我收购可口可乐，让熊猫一家独大，被老板上钩了。坤杰先生，好久不见啊！你们怎么进来的？没人拦我们啊！你们的安保和前台好像都辞职了，我自己按照指示牌就上来了。我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聊的，请你出去，我还要工作。行了，别装了，你资金链彻底断了，还能有什么工作？我来是为了2件事：一，收购可口可乐公司；二，收购可口可乐南侯国代工厂。我这边的开价是帮可口公司承担所有债务，另外再付10亿大虾币。我光是建厂就花了1万亿，这些上百年打通的渠道，价值也绝对超过1万亿。你他妈10亿就想买走，当我是乞丐吗？坤杰先生，你要清楚一点，目前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愿意接手可口公司这个烫手山芋。我可以向你保证，其他公司胆敢接手可口公司的话，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患者找上门来索赔。坤杰先生，其实你可以选择破产清算，到时候可口公司资产拍卖的时候，倒是能卖很多钱，只不过这些钱1分钱也进不了你的口袋，反而你还会成为霸国街头众多流浪汉中的一员。到时候我们一定给坤杰先生赞助一些甜甜圈，还有1块钱的便宜汉堡，让你吃个够。在霸国，一旦破产就只能去国家划片的流浪汉聚集地。坤杰先生，你考虑的如何了？不要太小看我们霸国资本，老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0亿你想都别想，流浪就流浪，反正我已经荣华富贵大半生了，老子知足了。一飞，你看坤杰先生，这就叫有骨气。骨气这种东西已经刻在我们霸国人的灵魂当中了。三金，你想要可口公司的资产，那就花高价去跟银行买吧。坤杰先生，你放心，霸国各个地区，尤其是圣洛都的流浪汉，我都很熟，我一定会吩咐好他们，对你还有你的家人多加关照的。话音落下，詹姆斯一脸惊恐地定在原地，额头上满是汗水。一飞，送坤杰先生吧，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种有骨气的人。坤杰先生，请吧。我没了。你说什么？我答应你的收购方案，10亿就10亿吧。别，我这个收购方案确实不太合理，让您亏太多了。而且我的这个方案的确有点侮辱性收购的意思。坤杰先生，您品格如此高尚，我坚决不能侮辱您。一飞，咱们走吧。我们这种卑鄙无耻之人，不配跟坤杰先生共处一室。站在这，我都能感觉到坤杰先生那无比高尚的节操，在狠狠地鞭挞我肮脏的灵魂。三金先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刚刚是装的，求您收购我的公司吧，我给您跪下了，求你了。曾经高高在上的可口公司总裁，如今却卑微的如一条老狗。大丈夫当如是也。至此，三金成功收购了100年大厂可口可乐。金总，可口的品牌能否保留下来？毕竟这是我们家族100多年的心血。你觉得可能吗？我为什么要给自己留下一个隐患？现在请你出去吧。可口可乐大厦已经是心愿资本的资产了。对于敌人，三金从不怜悯。尘埃落定，三金回到大厦，马福豹早就翘首以待的等着三金归来了。金总，我们请了全国流量排名前1000的个人网站站长，他们全员表示愿意跟咱们签订合作协议。现在只要您一句话，就可以正式开始投放垂直广告了。要不咱们尽快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着叛逃到乐淘那边的店主和贝索斯一点颜色看看了。布局了这么久的广告联盟，该上场表演了。当天凌晨，全国的个人网站准时上线了淘宝联盟的大数据广告代码。咦，这个网站咋全是我感兴趣的商品啊？没错，我脑子里想什么他就给我推什么，点进去直接就能购买，简直不要太方便。大数据推广使用户们的购买意愿直接飙升了数倍。boss， 截止到上午12点，已经有60%的网站广告收入破了保底。按照时间来算，90%的网站都会在24小时内破保底，并且有上百家网店一晚上就卖掉了超过10万的商品，还有好几家综合权重高的网店销售额超过了100万，最牛的一家销售额甚至达到了960万，差一点就过1000万了。不错，能不能接住这突如其来的流量红利，就看这些卖家对淘宝忠诚不忠诚了。与此同时，整个乐淘仿佛世界末日了一般。妈的，三金居然也开始抢个人网站的流量了。这样一来，乐淘要流量没流量，要卖家没卖家，还玩个毛线呢？都他妈哭丧个脸干嘛？想办法呀 ！boss， 淘宝联盟出现之前，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逆袭的希望，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希望了。随着淘宝联盟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外部网站将会主动跟淘宝投怀送抱。我们这边想要外部流量，就只能花天价购买，不然半点流量都得不到。而中小型卖家眼看着在淘宝能发大财，谁还会在意乐淘给的那仨瓜两枣的小恩小惠啊？三金接二连三的出招，让贝索斯这个电商第一人也扛不住了。真的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的地步了吗 ？boss， 24小时数据出来了，被选入淘宝联盟的网店里，销量排名第1的已经突破了日销1000万，保守估计月销将达到3亿。现在所有淘宝的卖家都激动的不要的。好，马上把数据公布出去，并且发布淘宝联盟规则。一旦检测到是多平台卖家，将永久排除在联盟外，不会给予任何的流量红利。嘿，这下我看贝索斯该怎么接招。这次我要乐淘彻底绝望。公告一出，无数在乐淘开分店的卖家炸了。好莱坞省商盟示威，狗的乐淘让我少赚了多少钱啊！我真是杀了乐淘的心都有了。我的店铺哪都比我认识的那个老乡强，要不是被乐淘坑了一把，淘宝联盟推荐的肯定是老子的商品，而不是他的。我们先别着急，
事情肯定还要转机。有个屁的转机！你没看到淘宝咋说的吗？所有涉嫌多平台销售的卖家都将永久排除在淘宝联盟的名单外。我们现在已经全部上黑名单了。几天后，马福豹焦急地找到三金 boss， 我们发现这次的流量大爆发，让不少中小型卖家大顺风车开始卖假货，而且涉及金额的相当巨大。绝杀贝索斯的机会来了，马上组织淘宝高层开会。我先定一个总基调，那就是必须在短期内打掉平台的售假卖家，必须做到售假率降到一个极低的范围，务必不能让官方的工作人员查到淘宝有一件假货。马福豹等人心中一凛，难不成上峰要开始打假了？说说你们的想法吧，我负责总结。我认为在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的商家那里，应该进行分店处理，将店铺的信息从前端完全消除。我觉得应该要求所有卖假货的商家对消费者进行补偿，假一赔三。据不知情者，淘宝将无限期对店铺封禁，直到所有消费者明确表示原谅或者获得赔偿。另外，联系好各大媒体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淘宝跟假货势不两立。除了刚刚那些，我再补充一条，也是这次打假行动最重要的一条，把这次封禁的卖家店铺名单和店主的联系方式汇总起来，报告给官方。这样做就可以不动声色地把名单泄露给孩子们了。几天后，得知淘宝打假的贝索斯眼前一亮，我们的机会来了。什么机会？相信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乐淘是个什么状况，从流量到卖家到客户，全方位被淘宝吊打。如果我们跟淘宝做同样的业务，无论从哪一块入手，都没可能逆袭。投入越大，亏损越多，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差异化。现在终于有一个三金明确不做的业务了，这就是咱们差异化路线的机会。而且淘宝打假封掉的这些店，全是成交量特别高的店铺。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把他们挖过来，只做乐淘的独家，大家想想看，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boss， 这些卖家就是十分不稳定的核聚变能源，虽然能帮咱们一下子补充能量，但一旦爆了，那后果将更加可怕。别人可能控制不了，我们亚马孙难道还控制不了？10几年的经验被狗吃了吗？咱挖过来他们肯定也会大量卖假货，那咱们怎么管？你要搞清楚，现在的消费者大部分都是知假买假，尤其是大夏的消费者，而且卖家想卖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按照目前的大夏法律，我们电商平台没有必要对商家进行严格审核，我们更没有义务自费去搞审核。这下两人都没意见了，不得不承认，贝索斯的做法的确能挽救乐淘。boss， 您的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我们没有淘宝那边被封了的卖家名单，就算我们想联系，恐怕淘宝也会想尽办法阻拦我们的。这个好办，三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贪这份荣誉。他交给了上面一份名单，很有可能就是导致淘宝倒闭的死亡名单。boss， 三爷那边传来情报，说是名单已经顺利转达给贝索斯了。他开始行动了吗？开始了。我们安插在名单里的假店主，在名单传出去的4小时后就接到了乐淘运营的电话。那边怎么说？第一，乐淘不会代替政府对平台卖家进行管控和整治。第二，乐淘对每一位卖家都绝对尊重，只要不违法，绝对不封禁任何一家的淘网店。果然不愧是电商教父，能敏锐地抓住任何一丁点机会，绞尽脑汁地借此来翻身。不得不说，乐淘的办事效率是真的高。按照这个速度，名单上那些店长估计用不了几天就得全部跳槽到乐淘那边去了。贝索斯确实难搞，我们几乎所有的招数他都有应对的办法。可惜啊，他肯定以为大夏官方短期内不会出台法律打假，所以觉得咱们割肉打假是昏招。恐怕他现在还在公司笑骂我是傻叉呢，绝对意识不到老子就是用这一招给他挖坑。如今我们只需卧蓝听风雨，静待风暴来。